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美国亮相，入场后找不到座位显尴尬，助理保镖围绕排场大。赵丽颖最近可谓是忙得不得了，恋情风波刚过去，新剧在人间就立马上线。这部最近又马不停蹄地去美国参加活动，这到了美国，赵丽颖瞬间人生地不熟，入场后找不到座位，带着助理保镖溜了一大圈，那阵仗和排场真是大啊！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赵丽颖在活动现场又发生了什么呢？演员赵丽颖最近去了趟美国，参加了一个叫 Tribeca 的电影节活动。赵丽颖这趟行程可太热闹了，从踏上红毯到后来陪着孩子，发生的事儿一波接一波，几乎霸占了网上所有的热门话题榜。走红毯那天绝对是万众瞩目的焦点时刻。赵丽颖穿了一身特别高级的定制礼服，牌子是意大利的大名牌阿玛尼，算得上是属于明年春夏最新款的秀场定制款。这身打扮一亮相，把那些外国媒体记者的镜头都吸引住了，闪光灯闪个不停。赵丽颖这次没像前阵子那样染粉头发，改回了大家熟悉的黑色长发。粉丝们都说这黑发造型看着更显大气端庄，耳朵上戴着闪亮亮的钻石耳环，手上也有钻戒，这些首饰的光一闪一闪的，正好和赵丽颖礼服上那些精致的不太显眼的暗纹搭配在一起，显得特别有档次。有个挺有趣的细节，现场没怎么修过的照片里，能看到她的肤色在光线下显得微微有些偏黄，这在讲究完美修饰的娱乐圈，反倒显得很真实自然。有些人觉得这种感觉更有种说不出的高级味道。还有个小地方也挺打动人，就是他身边有个助理，一直拿着条米色的厚披肩随时准备着。这可不是为了装饰，那是因为他常年拍戏特别拼，累出了身体寒凉的毛病，所以就算是在有空调的场馆里活动，他也得披个暖和的东西护着身体，当个保温杯。不过呢，这场红毯星光大道上，赵丽颖意外奉献了一幕特别真实的画面。人家其他明星都在霸气出场，结果赵丽颖这边出了点小状况，不知是搞错了还是怎么着，工作人员带她去的座位可能不对，发现走错地方的她自己拎着长长的礼服裙摆，在会场里走来走去，满脸找不着北的迷糊样，看着实在有点可爱又让人着急。这一幕被镜头捕捉到，放网上立刻被大家热议，都说她那样子真实的像个不小心走错了的普通人，太逗了。这意外的小麻烦多亏了赵丽颖团队反应快，两个助理反应迅速，立刻冲上去帮忙，一个赶紧弯下腰帮她整理踩在脚下或者容易绊倒的长裙摆，另一个则迅速把保暖的披肩递给她披上，两人配合的又快又好，那专业劲儿让人刮目相看。而现场负责她安全的那位负责安保的先生，是个身材非常高大的黑人保镖，一直紧紧跟在她身旁，寸步不离，保护意识非常强。这个安保场景也引发了一些网友的联想和讨论，添了几分海外的色彩。之前网络上流传过一些关于她感情生活的猜测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但这趟行程开始前，赵丽颖自己已经在社交平台上清楚回应了，直接说那些关于她恋爱的消息全都是瞎编乱造。这次去电影节，赵丽颖对自己的行程安排保密得相当严实，连她那些特别忠实的粉丝们都没太事先得到消息。在电影节期间公开露面的各种场合照片里，也没发现她和任何异性有比较近的互动。看来她的精力很大一部分是放在宣传她即将要播出的新电视剧《在人间》上了。
他和这部戏的男主角尹昉一起拍的宣传照片看着特别搭调，很有感觉。不少剧迷已经开始提前粉这对荧幕组合了，期待他们在剧里擦出火花，更加展现出赵丽颖真实生活中另一面的场景还在后头呢。当大家还在回味欣赏她红毯上的高级、优雅和那点迷糊时，另一组完全不同的照片很快流传出来。狗子记者拍到她出现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园里，这时的赵丽颖把鞋脱了，光着脚丫踩在地上，正陪着她的儿子在沙坑里高高兴兴地挖沙堆沙玩。上一秒还是镜头前穿着昂贵阿玛尼高定礼服的女王，下一秒已经变成了穿着随意、踩着不起眼人字拖鞋带娃的妈妈。这种强烈的落差感，让好多原本不怎么看娱乐八卦的普通网友都觉得特别亲切，一下子拉近了距离。有了解行程安排的人透露消息说，赵丽颖为了能抽点时间陪孩子，特意压缩了电影节的安排，活动一结束就匆匆赶回了纽约。一边的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，另一边又不愿意耽误陪伴孩子成长的时间。这种两边都要顾好，两边都不放松的努力劲儿，确实让人佩服。2. 在人间迷失自我，从模糊到崩溃，赵丽颖蜕变显著。最近有不少朋友们都在热衷追一部名为《在人间》的剧。乍一听这个名字，感觉也就那样，没啥特别的。起初我对这个故事的核心主题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以为它只是普通的生活剧或家长里短的伦理剧。然而，当我看到阵容中有赵丽颖这样的明星时，心里还是不禁燃起了好奇，想要一探究竟，看看这部剧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。果然，在人间真的是一部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。它可不是那种白开水式的剧，而是深刻探讨多重人格的、充满哲学意味的自我认知故事。奇特的人物，我们得弄清楚，其实这个贾小朵并不是个真实的人物，他是男主角为了应对童年那些伤痛，以及成年后生活中的种种压力所构建的一个虚拟人格。这个人格带有修复的色彩，帮助男主体验另一种性别的理想自我。贾小朵这个角色充满了勇气、温暖，还有那份强韧。男主在这种自我幻想中，逐渐和她这个完美的女性形象坠入爱河。实际上，小朵可以看作是男主内心精神问题的一种外在表现，属于一种虚拟的意识存在，带有些许荒诞感，甚至小朵自己也时常对我是谁产生困惑。表演难度，要把贾小朵这个角色演活，连赵丽颖这样的老戏骨都得费不少劲。毕竟，她要表现的是男主角幻想出来的人格，既要模仿又要超越男主的意图。这可的演员不仅懂剧本，还得从灵魂深处去把握角色。贾小朵作为男主角的主观人格，戏份多得很，而且常常表现出攻击性，这可能是赵丽颖老师所演角色中难度最大的一位。女主在这部片子里有一段将近10分钟的表演，没有一句台词，却让人感受到深刻的震撼。她推开病房门，那个瞬间，她的自我认知特别模糊，面上透出崩溃的神情。她的眼神变化很有感染力，真让人心疼。简单说，这个角色展现了主人格想要控制男主身体的欲望，还有一些愧疚和自我认知上的混乱。小朵的嘴角开始抽动，像是在琢磨自己到底是徐天，还是那个独立的小朵。她在抗争和顺从之间的切换，真实让人感同身受。女主那空洞的眼神，像是对这个世界在发问，甚至在向苍天喊出自己究竟是谁。这样的肢体表达和面部表情，真的是一种很高级的表现。演技上升，女主角在那纯白的病房里望着天花板，那种无奈的眼神让人心里不是滋味。她那被困住的感觉，真是让人感同身受，
仿佛我们也跟着这个躯体的真正主人徐天，跌入了对自我认知的迷失边缘。观众们不禁回忆起许多童年的经历，还有成年后面对的各种现实。在有人说这个故事荒谬时，小编觉得其实是赵丽颖老师出色的演技，让这个本来荒诞的故事有了生活的深意。到底是主角疯了，还是这个世界疯了呢？自从赵丽颖在《花千骨》中强势回应了那些质疑的声音后，大家对她的评价多了些许争议，觉得她的表演开始有点吃老本，总是呈现出一个类似小骨的角色。不过，随着她在张艺谋的那部电影中的表现，她好像开始了向真正的演技派转型之路。赵丽颖扮演的人物可不只是那种傻白甜，她同样能够诠释那些经历过生活磨难的、更加贴近现实的、充满深度的女性形象。这说明赵老师越来越关注生活，将表演视为一种传达大众心声的方式，变得更加接地气，愈发贴近人心。这次的表演，赵丽颖真的是下了苦功夫。为了更好地融入角色，她特意减了8斤的体重，还用手环来标记不同人格的状态。每次拍戏前，她都会静坐一会儿，仿佛在呼唤内心深处的人设，感觉特别有仪式感。她的表演在转型后显得更加成熟，把演技变成了一种精准又带有科学感的美。